观音天大视野论财富人生，大家好，我是百年。过去16年美国股市标普500上涨了210%，日本股市日经225上涨了84%，印度股市上涨了387%。唯有我们的大 A 股上证综指从2007年的2月16号第一次触及3000点，到2023年底又回到了3000点，16年内没有丝毫的变化。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论经济和财富体量，我们可能不如美国，难道过去10几年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如印度和日本吗？那为什么别国股市的表现都比大 A 股要好？在当下股民和基民们都疯狂吐槽国内股市的时刻百年就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去理解为什么 A 股涨幅远远跟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A 股的背后究竟有哪些财富陷阱和密码？过去10几年中国的经济成就可以说是无与伦比，但是中国股市确实比不过别家，这不是百年瞎说。在专业领域，当我们用中国股市横向对比其他股市的时候一般采用更优秀的沪深300指数，剔除那些垃圾公司对大盘的拖累，同时也要考虑到汇率对指数的影响。像印度卢比这种常年贬值的，可能导致印度股市指数虚胖，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股市依然比不过别国股市。要知道，过去16年的中国的 GDP 如果用美元计价的话可是整整涨了3.7倍，超过了印度的1.8倍。可是我们的股市不但比不上印度，甚至比不上同一时间 GDP 在缩水8%的日本。中国股市远远跟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这里面一定出现了某些问题。那么症结究竟在哪里呢？短期来看股市下跌可以用经济周期来解释，经济形势总是有好有坏。可是这么长时间股市不涨，就不单单是宏观经济的问题了，我们还需要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来看待。百年认为这个视角应该是货币。股市作为一个货币的蓄水池，即使宏观经济表现再好，没有上游的流动性注入，股市指数也涨不起来。中国股市相比于外国股市差就差在我们缺乏持续不断的资金注入，没有活水。这里面又包含了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股市缺乏上市企业的货币再投入。一个正常思维的民营企业家，当他所经营的企业有了利润的时候除了投资新项目扩大再生产之外，也会考虑将企业所得的利润用于回购股票，这样有助于提升本公司的股价，提升企业家自己的财富身价。像美股的苹果公司，过去22年总计回购了6620亿美元的股票，帮助自家公司市值攀升到了如今的近3万亿美元。等到投资者向苹果公司出售了股票，拿到现金之后大多数也会将资金再投入股市当中，这样就有助于大盘的整体抬升。然而我们的大 A 股不是。A 股是一个国企占关键地位的市场，至今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市值占比约47%。国企一方面承担着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盈利性和成长性本身就不强。另外一方面国企利润作为财政4本账之一，是需要上缴国家财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企一般不会回购自家股票，不做市值管理。像 A 股龙头贵州茅台，上市22年来从来没有回购过一笔自家股票，每年的分红全部用于上交贵州财政。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说就是错误的，上缴财政毕竟是用于社会福利，但是这就导致了 A 股缺少最大的一笔资金来源，导致我们的股市是一个重融资轻投资的市场。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利润再投入和市值管理这方面做的就要好很多。即使 A 股里的民企有些被吐槽是垃圾公司和韭菜股，但是从2009年有数据以来中证民企指数，也就是包含了所有上市民企在内的，至今依然上涨了99%。在不考虑股息分红的情况下，年化收益也能达到5.3%，比大盘和国有企业至少要好很多。第二个层次就是中国老百姓缺少对于股市的持续投入。我们都知道过去20年是中国楼市飞速膨胀的20年，房子才是中国家庭储藏财富的主要手段。相比于美国家庭近30%的资产配置在股市里，中国家庭持有股票资产的比例只有2%。现在房地产形势下行，老百姓不怎么买房了，于是储藏财富的工具变成了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同比大增18.3%，远高于货币供应量 M2 增速。这个数据也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值。居民财富向银行存款和理财大幅转移，推动了债券市场的相对火热。今年以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累计下行0.2%，中债综合指数上涨了7.3%。很多人可能好奇等到什么时候中国老百姓的存款才会向股市转移呢？
参考我们隔壁日本的案例啊，可能要等到存款利率大幅下降之后。自上世纪90年代日本股票泡沫破灭以来呢，很长一段时间啊，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也是不大愿意买股票的。这种情况啊，直到安倍晋三上台后才出现转变。100年之前呢，出过分析日本经济的视频。安倍晋三上台之后呢，坚定推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在他的授意之下呢，日本央行将10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 0.8% 下调到了 0.1% 以下。日本老百姓一看银行存款确实没什么收益，甚至跑输了物价，这才开始尝试购买股票。也正是啊，在安倍晋三上台之后，日本股市啊才摆脱了将近20年的低迷，开始一路上涨。这也能解释啊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日本经济不好，日元贬值，日本股市却是一路飙升？这背后啊体现着日本家庭财富转移的大逻辑。接下来呢，就到了第3个层次，究竟谁能带来 A 股的牛市？刚才讲到，居民和企业都不会向股市持续投入，那么历史上 A 股的大牛市究竟从何而来呢？仔细分析啊，可以发现确实源于一些特殊的资金。比如说2007年的大牛市源于呢2006年国企的股权分置改革。当时啊，国企受限股为了上市流通，向散户和流通股股东们一次性补偿了一大笔资金，成为了启动牛市的第一桶金。2015年的牛市则来源于杠杆资金的疯狂涌入市场，在去产能、经济形势不好的2015年，这么一大笔资金依然带来了杠杆泡沫。等到国家出手严格监管之后呢，杠杆泡沫也烟消云散。2019年、2020年的牛市呢，则来源于中国股市对外开放和同一时期美联储降息，美元流动性注入 A 股，北上资金提振了大盘。此后啊，外资成为了主导 A 股走势的重要变量。很多人呢可能会不理解，最近几年 A 股大盘和人民币汇率走势高度一致，我们看其他国家的股市走势啊，都没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像日本、印度本地货币贬值了，人家的股市依然涨得很好，那为什么咱们的大 A 股外资一撤就跌跌不休呢？听了刚才100年的分析呢，理解了我们股市的资金来源之后啊，我们就能理解为啥外资在中国股市有这么大的定价权。最后啊，从货币的角度，我们可以将 A 股总结为4个大字：存量博弈。理解了这4个字啊，我们就能理解 A 股当中的那些陷阱，同时呢，也能更好的挖掘机遇。首先呢，在存量博弈的格局不改变之前， A 股没有一个永恒的投资主题。像美股，巴菲特买可口可乐、富国银行，一买就是10-20年。A 股啊，基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在我们的股市当中，并不缺乏优秀的公司，拥有巴菲特口中的护城河。比如被誉为中国爱马仕的贵州茅台，每年盈利能稳定增长20%左右。从财报上来看呢，贵州茅台肯定是一家好公司。但是在存量博弈的格局之下，叠加上中国的产业迭代升级异常迅速，存量的资金啊，总会去追逐最新的、最能引起股价上涨的热点。那些买了贵州茅台的资金，一看后面没有增量资金进入了，最后也会选择撤出。到今天，贵州茅台的股价已经近3年没涨了。存量资金呢，总会去追逐最新的热点，这就造成了 A 股的行业轮动极其迅速。比如说，回顾过去20年 A 股行业轮动的历史，从04年到07年是能源、电力、金融、地产的顺周期时代；09年到12年，消费医药乘着消费升级的风顺势崛起；13年到15年，互联网加开启了 TMT 的浪潮；16年到20年则是拥抱核心资产的主线；21年以来啊，大家谈论最多的是能源革命。基本上呢 ，A 股的主线啊是3年一换，同时呢，在大潮汐之下呢，股市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概念和小浪花。过去3年呢，我们就相继看到过白酒、创新药、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各式各样的主题。到2023年，风头最盛的则是信创产业和软件国产化。A 股的行业轮动啊，非常的快。下一年的主题呢，经常和上一年不一样，这就给了那些想赚钱的投资者提了很高的要求。那么，如何判断下一个具有增长潜力的行业呢？这呀，只能通过不断的高强度学习，深刻理解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讲到这里啊，还不如关注100年一波，因为啊，我们总能为你带来最新的中国经济和政策的解读。像上一篇视频，我们就解读了国家对于金融业改革的最新动向，粉丝们的反响啊也是很热烈。但是呢，对于很多股民、基民们来说，平时工作很忙，没有这么多精力学习，那该怎么办？等到连小散户都听说这个行业很好，很有增长潜力的时候啊，基本上就已经是股票上涨的末尾，买入就是高位站岗。那怎么办呢？投资股市除了高强度学习、追逐最新的热点之外啊，还有一个躺平投资的方法供大家参考。刚才呢，100年提到 A 股里呢，国企一般不做利润再投资，不做市值管理，那么我们就去寻找那些愿意做再投资和市值管理的民企，他们能给自身的股票带来资金活水。比如说，参考中证民企红利全收益指数，里面包含了50家成熟行业分红回购较多的民营企业。
尽管他们基本上不是所谓的新兴高成长企业，甚至呢很多被划分为了夕阳行业，但是因为公司回购和利润再投资较多，依然支撑起了股价。自2012年有统计以来呢，民企红利全收益指数累计上涨410%，相比之下呢，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同期仅上涨了82%。这种躺平投资的方法就比较类似于美股了，长期来看呢，存在上涨空间。当然，短期的风险依然存在，百年呢还是要给大家重点提示风险。最后百年想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国股市的涨幅不如美国、印度、日本，并不是说呢管理部门、上市企业或者投资者哪一家错了，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发展历史塑造了今天 A 股的特性。我们当然希望 A 股长牛的那一天能早日来临，监管部门呢也在努力的改革完善，例如呢引入养老金等长期资金等等。但是对于现在就参与投资的普通人而言，清楚认识到当前市场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做出针对性的决策，才是个人的最优解。俗话说得好，你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投资理财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关注百年，在未来的时间里呢，百年也将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共同进步，共勉。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我是百年，我们下期见。